那个谁说过，网络就是一把双刃剑。这不，勇者打赢魔王后直接变成了宅男哥。当初魔王可是差点统治了全世界，那时候还不是宅男的勇者率领勇者小队将他给制服了，最后时刻终于把魔王给干掉了。勇者麦克斯也因此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魔王临走前还放狠话，说他的小弟一定会让他重生。时间一晃10年过去了，魔王还真的复活了，但是这次变成了个小萝莉。他的秘书宽杰尼亚早给他准备好了一堆奇葩衣服，无论是做服务还是搞学习都有。魔王选了套绝美 GK 制服，询问宽杰尼亚这勇者近来咋样了，毕竟是打败他的最强勇者，说不定已经当上了王族，或者在哪儿修炼去了。魔王完全没注意到宽杰尼亚脸上的出处。勇者消失了，人类又活不了几年，魔王想让他先忙他的勇者的事情不用管，但魔王心里清楚，勇者对魔族来说是大忌。面对宽杰尼亚这么敷衍，他心里也猜到勇者可能出了什么事儿，吓得他赶紧用魔眼查看勇者还在不在，结果发现勇者就在王都附近。他以为勇者肯定在那歌颂和平呢，所以他决定直接现身，给勇者的和平梦想来个破灭，让他感受下真正的恐惧。关键尼亚根本没法阻止，只能含泪看着魔王离开。魔王发现10年后的人类城市变化好大，但他找到的居然是间破破烂烂的屋子，冲进去一看，居然是个黑眼圈的勇者躺在垃圾堆旁。勇者一眼就认出了魔王，但魔王自己的怀疑是不是认错人了。转眼看到一旁的圣剑，就是那把砍过他右手的圣剑，就这么被扔在垃圾堆里。再看看勇者，现在弱得跟张纸一样，当年那个清纯样子早就没了，变成了个快要长出双下巴的大叔。吐槽归吐槽，你不也穿着 GK 吗？反正先看不下去了，魔王表示要帮他打扫，结果翻出来一堆不可描述的小玩意儿。魔王还在房间里翻出个电脑，以为是收集情报的利器。勇者一问他到底想干嘛，魔王就大声宣布自己复活了。勇者完全没放在心上，魔王就懵了，这10年勇者到底遭遇了啥？勇者说自己打败魔王后就没人要了，在和平时代被人遗忘，连个勋章都没捞到，现在成了这废柴的样子，还挺自在。没想到魔王一搜信息，弹出来勇者婚外情的绯闻，还有新闻现场采访。勇者看了直冒冷汗，勇者吓得脸都白了。他说自己也是被骗的，对方根本没说已经结婚了，就是冲着他的钱来着，结果被骗得团团转。魔王在那边冷笑，直说这是自找的，谁让你花心了，没感情还想当女主角。还有勇者袭击平民的新闻，但是别人先动手的。还有传闻勇者踩多条船，勇者一点也不慌，他记得自己的对手不是这种人渣。勇者公开被执行，他说自己根本没做那事儿，那10个人他一个也不认识，全是被舆论逼的。再看勇者当年打败魔王时的采访，装的都要成圣人了，树大招风嘛，难怪会被媒体盯上。再看桌上的勇者小队合照，听说他们已经很久不见了。勇者失落地说，人越少就越难坚持，见了面也没啥用。国王跟他说想法错了，说这样才能把火堆越推越远。勇者根本就不耳朵软，甚至听魔王说他要重整旗鼓再来一战，说勇者和队友只会添乱，打算趁机偷袭勇者的小伙伴们，其实也是想逼勇者站出来反抗。但勇者居然来了句世界毁了就毁了吧，说不定还欠队友的钱不用还了。魔王气得不行，一拳朝勇者挥过去了，结果勇者一巴掌把他拍飞了。勇者的力量明明还在，他也清楚现在的魔王不是队友的对手。魔王醒了后发现自己还没挂，推开橱柜一看，勇者居然在看色图，二话不说冲上去阻止他脱裤子，非得人在这时候脱裤子。魔王问他干嘛不把自己解决了，勇者说他已经不当勇者了，没意思和魔王斗，况且就算现在杀了魔王，外头只会传他虐待私生子的闲话。魔王觉得这太冤枉，但还是得承认勇者确实厉害。勇者反倒说魔王退步了，魔王誓言一定会东山再起，然后超过勇者，但勇者却说他对这世界彻底绝望了，就算魔王要毁灭世界，他也不会插手，新的勇者自会出现来对抗魔王。魔王表示他懂了，但和勇者道别后就先走了。原本以为两人不会再见面，没想到魔王还买了锅和食材回来，听说他跑腿特别给力。勇者看傻了眼儿，这魔王怎么比以前还可怕呀？魔王说他还是觉得不管勇者太浪费了，又加上这10年跟社会脱节，他要学的东西还真不少。勇者坚称的不会带小孩，魔王冷笑，放屁，明明是我在照顾你，你别说这味道还挺不错的，连贵族区的鬼都勾出来了。这勇者速度快得飞起，睡觉还打呼，差点没把自己憋死。魔王现在活得跟勇者妈一样，想跟勇者一起出门，结果被勇者给拒了，怀疑是不是觉得和他一起出门太丢人。勇者让他出门前得把第3只眼伪装好，我总觉得这事儿有蹊跷，难道对方在暗地里练功，打算来个决战？他决定分出个影子来监视勇者，但不知道怎么变才好。
杰尼亚说他身上的衣服挺适合学生的，他就立马变成了少女模样，还把脚和眼睛藏了起来。结果衣服还是那么小，一出门就成了围观的焦点。光找了老半天，终于找到了勇者的踪影，跟着去才发现这货在外头喝酒。就在魔王想他要不要混这么一天时，3个小屁孩跑过来教勇者踢球，甚至还在孩子面前吹嘘自己10年前的事，勇者要是结婚也能有这么大的玩了。2个男孩被父母叫走，他们父母都有说过别跟勇者混，但3个里有个小女孩的父母没啥反应，他说勇者下次还想玩可以一起。小女孩走了之后，勇者就在公园里睡着了。魔王觉得挺无奈，打算回去做饭，谁知道竟有3个混混过来找麻烦。勇者不想搭理他们，这3个人就越来越过分。魔王一下子就想起勇者之前被人栽赃的事，看着勇者不出手，他自己忍不住了，先用了点魔法，让那3个家伙直接睡着了。国王说他可不想看勇者出洋相。勇者反驳自己已经不算勇者了，整天就知道喝酒跟小孩瞎吹，被打了都不能反击。魔王觉得他能不还手已经很厉害了，他打算回家去做晚饭，还特意问勇者想吃啥。勇者说想吃汉堡，转眼他又溜去影片包房了。勇者看见变成人类的魔王，他完全没认出来。魔王自己还让人叹气，说街上有女的穿得太夸张了，跟全商店差不多。不懂世故的魔王不知道勇者说的就是他，还在那叹息人心不古。魔王这时候饭都做好了，他俩还没注意到柜子的女鬼呢。这时候门铃响了，魔王一开门，竟然是秘书官杰尼亚。看魔王没事，他终于放心了，索性就留下了一块吃了，把晚饭都解决了。魔王说一会儿他还得去买点食材。杰尼亚跑了那么远，足足用了3天3夜才到，甚至还被路人指指点点，他们肯定是因为他是魔族才歧视的。魔族瞅着杰尼亚的泳装一眼，差点说出口，会不会是穿着的问题啊？杰尼亚吃完了就准备带魔王回去，永贞说无所谓，魔王却说离开了他自己啥也不是。杰尼亚心里明白，只是对勇者实力动心了。为了打消魔王的念头，杰尼亚马上掏出自己的武器。哇塞，原来杰尼亚是擅长近战的呀，他那打扮怎么像魔法师呢？但他刚冲进来，眼睛差点没被勇者挖了。别人10年前就把魔戒砍了个底儿朝天，杰尼亚吓得半死，老实点按魔王的说法道歉了，还承认了勇者的厉害。这下魔王心里也动摇了，不过气得他一身冷汗，明明是魔王搞的绝，却搞得跟主人似的，直接让杰尼亚去洗个澡。杰尼亚浴巾裹身走出来，魔王想到自己个勇者还没吃，就决定去买点吃的。勇者也想一起去，但魔王已经自己先行了。杰尼亚说他查了勇者的绯闻，还警告他要是感动魔王绝对不会放过他。杰尼亚好像有点不对劲儿，原来这家伙喝的是酒，而且是一杯就趴下的那种，喝多了就开始闹腾。勇者被他摔了个4脚朝天。杰尼亚说如果刚才没魔王，他早就把勇者做成肉酱了。勇者让他喝杯茶，穿下衣服。杰尼亚以为这是挑衅，就毫不犹豫地动手了。这一拳打得太狠了，勇者一脚蹬出窗外，杰尼亚也跟着追了出去，浴巾还落地了呢，像怪物似的追了出去，吓得旁人赶紧遮掩。2人跑到了公园，看样子要上演一场大战。结果警察来了，警察一到，杰尼亚立马清醒了，意识到自己没穿衣服在外面乱跑，当场就哭了起来。警察有点担心这个被女变态追的勇者，看着杰尼亚大哭，长叹一声，说其实他认识杰尼亚，对方喝多了不省人事，说是那纸火也是他的。警察最后把他俩送回家了。路上杰尼亚还道了歉给勇者，那警察一眼就认出勇者来了，而且还知道勇者救过世界的少数人。第2天，魔王为杰尼亚的所作所为道了歉，勇者说没关系，可他没想到杰尼亚居然搬到隔壁了，还带着礼物来拜访，坚称不信勇者不会对魔王动手。再说他本来也打算来人间打探消息，正好借的机会搬过来了。与此同时，弗雷德也看到了勇者被赤身女子追逐的新闻，还认出了杰尼亚是魔族的。勇者和弗雷德的相识也挺有缘分，当初勇者带着队伍去讨伐魔族，半路上却撞见个满是结界的村子，他们刚走进去就看到一群牧师在那卖护身符，不过2人对这东西没啥兴趣，甚至怀疑这是不是大型骗局。牧师头弗雷德以为他们是找麻烦的，正准备起争执，却发现有魔族直接闯进了这边的世界。弗雷德马上跑去挡魔族，但他很快发现勇者们他们也不简单，最后他们3个人联手把魔族打退了。魔王和坚毅在聊天时翻到了本书，勇者瞥了一眼书的标题，昔日战士雷欧背叛了王国。他们以为勇者看了会很难过，但勇者出门却被记者给堵上了。原来他们也看到了之前的新闻，记者们猜想勇者又和哪个妹子有染，勇者急忙澄清，他说自己没那事儿，杰尼亚也是大人了。没想到听见记者在后头问他，战士雷欧代表邻国占领了新领土，勇者脸色一下子难看起来。记者决定带着摄像机跟上去，
准备拍一下杰尼亚离开勇者房间的画面，结果一拐弯，勇者就不见了。而这时候勇者已经跳河逃了，他也没料到杰尼亚还上了新闻，还好这帮记者没看出来对方是魔族。勇者悠哉悠哉地准备回家，可这时弗雷德他们已经埋伏在楼下了。想不到当初的勇者现在得住这么破的地方。勇者一身狼狈地回到家里，被魔王看到，立马催他去换衣服，还说两人见面时什么也没看到，让勇者别那么害羞。这时候门铃突然响了，两个人都感觉到强大的魔力。勇者叫魔王先躲起来，一开门就是老队友弗雷德。弗雷德叫两个副官在门外等着，自己进屋来和勇者聊聊旧。如今的弗雷德是魔法部的头了，但在勇者面前还是那个败家子儿。发现勇者的房间比以前干净多了，眼角瞄到一旁的圣剑，虽然和平时期用不上武器，但也不能随便放着。他建议勇者把这东西收进橱柜里。勇者说圣剑放不下，他知道弗雷德不光是为了聊天。弗雷德看了照片，也就放下了过去的事，换个话题，提到雷欧3年前叛国后成立新国度。嘴上这么说，但弗雷德觉得那是非法占领领土，本质上是恐怖组织。这么搞下去，恐怕真的会闹出战争。偷听的魔王耳朵都竖起来了，难不成这就是队友反目成仇的剧情？弗雷德这趟是来劝勇者加入王国军的，因为加入了实力能大幅提升，雷欧那边可能就会直接投降，继续战斗只会增加无谓伤亡。弗雷德不想看到这种情况，不管哪边对他来说都是自己人。勇者说自己都隐退了，现在身板就比大学生强那么点儿。弗雷德说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来找勇者，毕竟当年的奖励也不多了，现在加入王国军还能拿到薪水。最重要的是弗雷德真的不想看到这么厉害的人物自我束缚。勇者还是拒绝了，他说他不想再管那些闲事。弗雷德就叫他至少把自己送到门口，然后忽然聊起了杰尼亚鲁奔的事。别人或许没看出来，但弗雷德作为牧师立马看出了端倪。那个杰尼亚其实是魔族成员，当年他们斩杀了那么多魔族，弗雷德并不觉得意外。勇者知道自己认识魔族也没在乎，他甚至觉得和平共处才是最理想的。问题是别的民众不会这么想，一旦被他们发现了，就会成为巨大的丑闻。勇者和魔族搅合在一起，勇者可能会被视作叛国贼。弗雷德让勇者自己决定是要以勇者的身份承担后果，还是被揭露和魔族有勾结。勇者问你有证据吗？弗雷德其实早就察觉到屋子里有魔族的味道，而且比视频里那个魔族还要可怕得多。于是他决定打开橱柜查个究竟。勇者知道藏不住了，也就没阻拦。弗雷德一开柜门，眼前一女鬼和他对峙，他忙不迭地问勇者住这屋子舒不舒服。勇者摇头说完全没什么感觉呀，只看到女鬼已经偏到勇者身后了。随着勇者的动作慢慢接近弗雷德，弗雷德被吓得转身就跑。有时候眼见的太多，反而忽视了真相。他没看到藏在被子里的魔王，魔王和勇者都没意识到屋子里其实有鬼。魔王担心勇者和他的伙伴会怎么样，伙伴们都有自己的人生，他不好过多干涉。魔王在想自己留在这儿可能会给勇者带来麻烦。魔王说到时候勇者就去他的城堡住。勇者没想到魔王会这么说。这时候弗雷德已经被吓得半死，他还得赶回去开会。他还没放弃想拽勇者加入自己的小队，觉得这么做是为了勇者好，可他发誓再也不踏进勇者的家。说实话，他真的很怕鬼。他们三个当年一块战斗时，魔族的洋洋根本不是对手，只好赶紧逃了。弗雷德心里清楚自己买假护身符的勾当，一旦事情败露，就打算离开这座城市。但勇者却开口了，尽管弗雷德卖假护身符，但他确实用护盾保护过这座城市。勇者问他要不要一起行动。那一刻弗雷德被勇者说动了心。国王从杰尼亚那儿得到了些魔族美女的照片，觉得勇者缺少女性缘分，打算给他介绍对象。橱柜里的女鬼说自己是女生，魔王听到了声音却没看到人影，他建议勇者先看个照片。勇者说自己以前杀过不少魔族，魔王没说啥，自己的眷属都有7条命。照片一翻开，第一个就是蒹葭，第二个是猪人族。魔王觉得这是魔族的精英战士，连铠甲都是亲手打造的。第三个是黑皮辣妹，魔王说他是个很强的法师，只不过下半身是条蛇。接下来的照片个个都很奇特，看到勇者是兴奋异常，翻来覆去就是没一个让他心动的。照片里面还有2个曾经的敌手，他现在才知道原来对方是女的。勇者说自己喜欢的至少得是人形，最好是聪明一点，性格要直爽，厨艺要好，长得又很漂亮，最好是黑长直。魔王在旁边吐槽你还挺挑的嘛，但突然他意识到勇者描述的跟自己的变身很像，于是他当场变了身。本来只想逗逗勇者，毕竟他性格好又聪明，长得好看，还真有2把刷子。勇者一看到他就愣住了，看样子是真心动了，2人当时都脸红了。
等杰尼亚赶过来时，女鬼悄悄地从贵族家里出来了。这不对呀，勇者10年前都邀请过他加入魔王军，这样可以有7条命呢。但当时勇者拒绝了，他又开始发出邀请，这一次解释的头头是道。加入魔王军队，首先是钱多得很，毕竟弗雷德也说勇者快没钱了。勇者说以前也是挣不少，短期内不会挨饿。魔王问那10年后怎么办？勇者说也不一定能活那么久。这时魔王开始算账给勇者看，说实话勇者也动心了，特别是听说一天只工作5个小时时，一周还有4天假，公司的其他魔族也就那么回事，只不过勇者工资高那么一丁点，福利是大家都能接受的。勇者惊得下巴都要掉了，这样的公司能正常运作吗？魔王说完全没问题，还说加入魔王眷属有房子分，假期照常发工资，身体好，脑子聪明，魔力源源不断，还能复活，还当什么勇者呀？放手吧，求你了！今天起我就归魔族管了。看着眼前的合同，勇者心里那叫那个纠结，但他最后还是没答应。我真搞不懂，勇者是不想低头，还是就想做个普通人类？勇者说，当年只是一时冲动，但现在他并没有想过只做个普通人，只是还没准备好放弃做自己。变成魔族之后，有富又有势，还长生不老，对他来说像变了个人。尽管现在的生活对10年前的自己来说不敢想象，对人类来说不死反而变成了种煎熬。魔王看着有点失落，其实他就是想一直跟勇者待一块，可惜勇者还没点头。杰尼亚说他会留着那份契约，只要勇者想签，他随时都能把契约拿出来。魔王也不逼他签，还希望他能好好过日子，别老是担心10年后的事。勇者后来说他会加油挣钱，轻松赚个10倍工资，于是他试着当网红直播，听说那活挣钱快，但魔王总觉得哪儿怪怪的，就出去问了问杰尼亚。杰尼亚说那活其实挺难的，天天上传视频，即使有10万播放量也只够温饱。说实话，勇者并不适合这活，魔王也不忍心打击这么上心的勇者，看着努力的勇者，就像看到了当年那个和自己斗的勇者。魔王认真给勇者做饭，两人还期待视频火起来，结果视频根本没人看，真是糟糕透了。这不就和自己爱的博主一样了吗？为啥解说视频还得自己弄伤？就是因为没人看。魔王决定亲自看看视频，结果发现勇者话说不清楚，台词也说错了，而且游戏内容无趣极了，根本没啥意思。魔王听一半就受不了关了，一看旁边竟然还有14个播放，勇者突然觉得对不住这14个人。魔王正在安慰他，这只是个开始。勇者觉得游戏直播不行，就想转去做商品推荐，结果吃点心被人吐槽，说一个不露脸的大叔吃着点心看着恶心，唱歌视频也没人待见，再试着做新闻传播，结果被人嘲笑。勇者觉得自己可能真的不适合这行。魔王看勇者那么难受，他也心疼，就鼓励他再试一次，要是这次还不行就算了吧。他也没打算逼勇者，还说会帮他拍摄。勇者灵机一动想出了主意，他让魔王穿上水手服变成人形球直播。那身装扮本来就挺勉强，直播内容也是挺冒险的，甚至还直播吃冰淇淋。勇者在一帮怂恿魔王不小心弄脏了衣服，赶紧脱下来。谁知道直播刚开始没多久，就因为尺度问题被封了。你别告诉我你这是为了直播，不是因为你自己想看。刘也是打打杀杀从竞技场走出来的，勇者一出现在竞技场，立刻就抓住了雷欧的注意，两人算是经过一番较量后才认识的。这天勇者打算出门，魔王也说跟着去。经过那次直播之后，他知道水手服不太行，这次换成了普通衣服，和勇者一起出了门，还拉着勇者去商场买新衣服。勇者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，我记得你不是男的吗？魔王脸一红，性别有那么重要吗？店员以为他们要买童装，都露出了祝福的笑容，勇者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。他们吃完饭打算去超市，正好试吃的时候碰上了女施职员，对方好像认识勇者，还热情地和他握手。勇者发现对方握手的力道不对，原来试吃员工是雷欧的手下，这意味着这家伙背叛了国家。光照装的普通女友生气，神社员工评价说勇者这次女友比以前的强多了，他这次来也是为了间谍活动，总是很担心他俩的状况。突然另一个员工走了过来，问魔王是不是勇者的同伴，说要一起带他去找勇者，要是魔王不跟着去，那勇者就见不到了。他其实只是想吓唬吓唬魔王，结果没想到魔王真的就跟着去了。女护官说雷欧一直在想念勇者，看来两个人都在想对方。这时候魔王也问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恐怖分子啊，对方一上来就逼得很紧，总担心鸡蛋会不会破。工作人员解释都是王国的错，他们又不是恐怖分子。团长雷欧被放逐到荒地，他们好不容易才把土地开垦出来，结果发现那里有煤矿石，这帮人就开始攻击他们。国王以为他们想招勇者加入，
但工作人员小黑觉得勇者没啥用，大家都在找勇者，他也只好勉强帮忙。魔王感觉他瞧不起勇者，气得不行。不过女副官听说勇者没答应，也松了口气。他心里也挺矛盾的，既想让勇者加入，又不太想让他加入，所以他给了勇者一张车票，勇者随时都能来找他们。但他觉得勇者要是真来了，团长肯定特别开心。两人聊完就准备走了，这时候小黑已经把魔王带过来了。他以为魔王是勇者的女朋友，打算用这个威胁勇者和他们走。女副官觉得这么做不太好，如果这样，他们和恐怖分子有啥区别呢？小黑说，在王国根本听不到真消息，不如直接把魔王和勇者都带走。小黑正在准备用力扯魔王头发的时候，勇者突然出现在小黑面前，一下就把他扔进水里了。魔王笑嘻嘻地抱住了勇者，早这么做多好啊，要是自己用了力就露馅了。看得出勇者挺心疼他的头发。女副官说，小黑刚加入我们不久，对勇者的厉害还不太清楚，他代小黑道了个歉。魔王半开玩笑地说，那应该是得向勇者道歉吧。小黑这才低头认错，勇者也没计较，只让他们快走。魔王说，如果勇者想去隔壁国家，他也不会拦着，等到时候打垮了这个王国，再建一个新的国家。但勇者根本不想打仗，也不想跟弗雷德开战。不过这话魔王没听见。另一边，他们俩回到船上，正好碰上海上捕鱼的雷欧。魔王回到家，发现勇者居然把女副官给的票拍了照，挂网上卖掉了。得到票不去看看吗？那地方可是恐怖分子的地头，小心去了就回不来了。国王说，你这卖掉不是更危险吗？他在橱柜里装了个回家的装置，告诉勇者，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用这个装置回来，然后吹了个口哨给杰尼亚听。他们准备出门了。勇者本来是想拒绝的，但魔王用了魅惑之眼，等勇者反应过来时已经上船了。如果是10年前，勇者处理起来会轻松点，果然是太大意了。国王嘴上说着是来调查刘的目的，却穿了一套旅游装备。勇者担心来这儿会被认出，国王反手给了他一套搞笑装备，这才到了旅游地。他们一到这儿才知道这里是温泉之都啊！旁边的老板娘热情地迎接了他们。终于，两人找到了个泡脚的好地方。魔王觉得这地方挺好，一点不像是恐怖分子的地头。勇者觉得可能只是表面文章。不管雷欧真想干嘛，这个地方一直是战争的祸根。但他不懂为啥我要卷入人类的战斗。魔王不承认自己是在帮勇者和朋友澄清误会，而是找借口说想等人类自己打得两败俱伤，他想趁机捡便宜。这时听到人群里传来雷欧团长来了，勇者还以为雷欧要发表演讲呢，结果发现雷欧在调温泉水，看他傻笑着邀请大家一起泡，完全不像是恐怖分子头子或是勇者的样子。记忆里的雷欧还是老样子，他们俩当年在竞技场上大战，忍者已经做好了准备和魔族对决，两人的战斗是竞技场上的经典之战。最后勇者还是赢了，拿下了比赛，但还真是不打不相识，还真就成了好朋友。那时候女副官也跟着雷欧。勇者和魔王在温泉旅馆打乒乓球，玩得太嗨，不知道弄坏了多少球。下午泡温泉时，魔王让勇者帮他拿浴巾，勇者有点不好意思，一开门就见到个性别不明的小家伙。魔王也不再尴尬，啥都忘光了。两人在旅馆玩得不亦乐乎，完全把探查消息的事给忘了。在他们要出门时，发现女副官的巡逻，他告诉大家，最近边境线不太安全，别的路线还能照常用，就是别靠近战区。幸好女副官没认出他们。旅游的人开始讨论，可能要跟王国开战了。店铺老板娘好像见怪不怪，她虽然天天叫嚣打仗，其实也没真打起来。魔王觉得这是个机会，能了解两国的战力和准备，就带着勇者直奔边境线。勇者本来不太想掺和这事儿，可他要回家的票在魔王那儿呢，回去的咒语只有魔王知道，要回去可没那么简单。魔王说他有办法，就变回原形，用小翅膀带着勇者飞，结果飞了一半累垮了，主要是勇者太重了。勇者也是没辙，自从魔王来了以后，他的伙食越来越好。两人现在已经到边境线了，然后他发现这战斗挺奇怪的，因为雷欧这边的防守挺牢靠，所以王国的炮火根本打不动他们，还能用权杖发昏睡魔法，双方打得就像过家家。王国的人都懵了，问他们这防守哪来的这么硬？城墙里挂的东西不是十字架吗？王国的光头士兵觉得对方不想伤人，但继续炮轰也没啥用，光头就想了个新办法。女副官看对方松了口气，因为他们打仗都这样，所以这次雷欧没来，要是他来了，战争可能就严重了。但女副官没料到对方用激光砸屏幕，他手臂都受伤了，队友被打得秃顶了。这招是光头的狙击魔法，他得狙击超多的魔力攻击，能慢慢破防，敌人肯定撤，就留下空城。看形势不妙，勇者感觉到雷欧的力量了，
这时斗当部的刘长枪在手，冲到现场，勇者哑口无言。这休息的小队士就过得严实，怎么退队就不穿了？刘徒手就掀起龙卷风，直接把士兵卷飞。这招即使不用魔法，纯靠身体力量霸凌，刘也没有伤害敌军首领。他表示，王国那边要是不改变主意，绝对不会把城市让给王国，和平谈判什么的他也不愿意等。这些都是以前首领教的。这时候光头又攻击刘，结果连刘半根毛都没伤到。光头说他们长官也头疼刘的事，刘一招就干趴光头，让他去跟弗雷德说清楚，好好谈谈，就不用打仗了。于是他们就狼狈的撤了。刘注意到女副官的手受伤了，小孩也奇怪，他都没叫刘，刘怎么就蹦出来了？刘说他感觉到奇怪的魔力波动。大家聊天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刘挺强的，现在的勇者打刘能赢吗？勇者说自己连刘的脚趾都比不上，不过魔王根本不信他。两个人确认了这个国家全靠刘一个人撑着，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。既然看完了，他也打算用传送魔法走人，结果一传送，刘就察觉到魔力，立马就冲过来了。勇者赶紧拉着魔王跑，发现刘已经追上来了，跑不掉了，就索性转身面对刘。因为伪装带着刘没认出来，还以为他是王国或魔族的间谍，就撒谎说是路过的。刘没深究，也不在乎勇者怎么来的，但他不能放过勇者带领着的魔族。刘说：“你们别装傻了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”刘说：“你们别装傻了，不会放过你们的。”刘说：“勇者如果交出魔族，他可以不追究勇者。魔王让勇者先走，他随时可以撤。但勇者知道刘不会轻易露出破绽。魔王说没事，万一他也能利用眷属复活呢？不管怎么样，他还是希望勇者能够安安全全。真没想到，勇者这次保护了魔王。他通过心灵感应，让魔王先转移注意力，自己上去和刘交手。刘也没料到会碰到这样的对手。他感觉到魔王在施魔法，立刻向魔王发起了攻击，但他的武器被刘抓住了，他马上露出兴奋的神情，结果攻击一开始就刮掉了勇者脸上的伪装。勇者以为自己肯定露馅了，没想到刘还是没认出他。但这时王王的魔法已经准备好了，勇者的名字让他快点过去。刘愣在那儿，这下他终于认出来了。刘 CPU 都快烧了，他的老队友勇者怎么跟魔族一起出现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勇者已经转移了位置，但雷欧并没有生气。两人回到屋子里，魔王一把抱住了勇者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，他保护了自己，他很感激女鬼，非常气愤，感觉自己好像吃了狗粮，还把柜门踹坏了。魔王和勇者一起回家，发现吉尼亚不在那里。他在离开之前交代过吉尼亚去调查弗雷德所在的魔法部。吉尼亚的思维还停留在10年前，也不知道这10年到底怎么过的。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，他特地走后门，用钩索爬上屋顶，使意把门撬开，结果正好碰到躲在屋顶吃便当的员工，就这样被杰尼亚一下子敲晕了。因为魔王以前说过，人类和他们不一样，是不能复活的，所以他们不能随便杀人。那这场魔族战争到底是怎么打的呢？路上太容易碰到员工了，杰尼亚直接闯进通风管道里，好不容易爬到了电脑机房，结果催眠剑没射中目标，员工往后一瞥，杰尼一跃而上，直接把人勒翻了。原来催眠剑不过是个幌子。吉尼亚把文件拷贝进电脑，谁想到魔法部的差旅费还得自掏腰包，连充手机的电也得自己家里解决。早知道当初就要让魔王公开他们的公司福利，肯定有人马上跳出来大喊魔族的老大请这边走。没想到弗雷德已经感应到了魔气来了。杰尼原本打算用烟雾弹逃跑，结果弗雷德拿驱魔工具直接把杰尼打晕过去。他让副手先撤，自己来审问杰尼。杰尼一张嘴就说漏嘴了，说出了自己是魔族，接着又不小心说出了自己的名字，还泄露了上头是魔王。但弗雷德其实早就认出他就是那个和勇者一起裸奔的姑娘。关于勇者那些事，姐姐也有耳闻，千万不能提。弗雷德根本没打算放过他，一直怀疑他们是不是想给勇者灌输邪念，态度可真够吓人的。不知道的还以为铁男童呢，这家是要是不懂的，还以为弗雷德对你有意思呢。偏偏这时候又有大臣来找弗雷德，弗雷德只好先走了，没让副手报警捉杰尼，还是叫他看守金牙，等他自己回来处理。这个手铐能压制住杰尼的力量。副官觉得长官有点不对头，明明抓到可疑的人了就不叫警察，一个好好的姑娘就给锁屋子里了，看着就像关小黑屋。这时候杰尼也觉得待着太危险，他突然告诉副官自己想去洗手间。而另一边的第3大臣也挺不靠谱，说是找弗雷德有正事儿，结果在前台泡妞，一到会议室就忙着个弗雷德自拍，秘书看了就头大，上回那照片一发，结果火了一把。大臣觉得弗雷德心里肯定是在担心雷欧，弗雷德硬是说他更操心雷欧会害了王国的好处，提起10年前他们勇者团击败魔王的事，全国上下的精神抖擞，
然后又问弗雷德有没有和勇者保持联系。弗雷德说如果没啥事他就先告辞了。大臣这才知道，赶紧说有要紧事要讲。这时副官正在带杰尼去洗手间，女副官也就真帮他解决了上厕所的难题。他虽然嘴上说想走，心里却乐得其中，别人喂他吃饭。副官一边觉得他太任性，一边还是乖乖满足了吉尼亚的各种要求，给他悉心照料。另一头，大臣跟弗雷德聊起雷欧的事，幸好这回对峙没出人命。如果早点发现那处魔矿时，国王用丰厚的赏赐接待雷欧，可能结果就不同了。但弗雷德觉得雷欧不仅不认贪污，还反水了。国家大臣表示他相信雷欧不会贪污，大概是被人冤枉了。弗雷德其实也清楚雷欧不会那么做，但这种背叛的方式就是任性。但被国王怀疑对雷欧来说太难受了，雷欧因此离开也情有可原。大臣觉得雷欧太厉害了，让不少同事都眼红。弗雷德也同意雷欧挺厉害，这种人对周围的人要求太高了，他建的国家也撑不了多久。大臣突然提出要跟雷欧和解，还说很多国民都能懂，雷欧和他成立的共和国到目前为止除了自保之外，并没有对王国造成什么威胁，反而是社会和大众对王国的看法越来越差了。当然成不成立新国家是一回事，但他们希望不要起冲突。弗雷德愣住了，那其他大臣们又是怎么想的呢？第三大臣说老太太也同意了，他本来就挺宠雷欧的，得一点点说服其他大臣，现在得先阻止两边打起来。要是想和平稳定，得靠弗雷德出马。他以前是雷欧队里的人，而且弗雷德人气那是相当的旺。就在弗雷德犹豫的时候，隔壁的吉尼亚决定要走了。幸亏他不是什么魔法师，一上来就给自己上了润滑剂，直接用手撕了手铐。那这个所谓的润滑液有必要吗？副官一看就知道杰尼亚太危险了，然后马上就解了魔法。他们在这随时都可能爆发。弗雷德最后还是同意了大臣的建议。原来弗雷德还是王国的王子，不光是大哥，一个王子卖啥护身符啊？这边刚走，弗雷德就因为头疼赶回去，正好杰尼亚他们正在斗殴，结果1秒钟场面就爆炸了。大臣一不回头叫司机快点开，他露出一丝微笑，心想这次隔壁王国的恐怖袭击，他倒是想看看弗雷德怎么应付，真是太刺激了，这样的大场面杰尼亚都快晕过去了。这爆炸来的真是突然，还好他没啥事，那个防御力不行的副官倒是晕过去了。杰尼本来是想走的，但又想到魔王说的人死不能复生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定先给副官包扎包扎，被他离开了危险地带。他心想赶紧回去吧，但魔族的风格可是不能空手而归，所以他打算带点别的东西回去。这时魔王和勇者也在看新闻，勇者说这种小爆炸弗雷德肯定没事。这时突然想起让杰尼亚去查看弗雷德的任务，他原本不想让杰尼亚去那儿，但两人一对眼就感觉不对劲儿，还没来得及换台，杰尼亚就已经带着伤痕累累的副官连同其他东西一起回来了。副官醒来时发现自己在一个破烂房间里，还有穿着 GK 制服的 Pro Max 魔王。副官正打算走人，魔王就开始勾引他，让他签个魔族契约，如果勇者没及时来，他们的队伍就多了个强力战将。副官这才明白魔王和金雅都是魔族，而且金雅是受魔王指派前来调查弗雷德工作的魔法部人员，但这事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特别是勇者，他完全是被卷入副官，搞不懂魔王为啥这么做。魔王就编了个故事，说魔王死后魔族们流离失所，生活窘迫，勇者出于同情收留了他们，所以他们决定重新做人，重新做个好魔族。派杰尼亚去调查也是为了学习人类的工作方式。杰尼亚和勇者两人心虚的要命，没想到副官竟然信以为真，还以为那场爆炸不是杰尼亚干的。魔王拼命点头，杰尼亚不会带危险的东西。杰尼亚本以为是副官的魔法导致瓦斯爆炸了，副官解释说这的魔法不会引起那些事，不管是点火还是熄火都听他的。魔王对这位人才更加赞赏。杰尼亚把电话递给副官，副官接到弗雷德的电话，听说他在勇者家，再一想刚才的魔族，心里突然有了计划。勇者也承认了自己和魔族有往来，他说要和弗雷德谈谈。弗雷德觉得这反而有助于解决问题，就是电话里突然传来了杂音，好像有女鬼在叫喊着是谁。弗雷德吓得直冒汗，然后他又和勇者约了个地方，两人换了个地方见，谁知道女鬼居然打电话来了。通过手机一看，人家已经站在自己后头了。救援队进了爆炸现场，就看到弗雷德倒在那儿，急忙把他送医院去了。如果这是弗雷德所在的共和国的恐怖袭击，这一下事情可大条了。这时候几个大臣在商量是否开战，他们虽然可以让大队伍 B 的雷欧出手，但雷欧要是用全力，他们肯定会损失失重，这意味着他们得找勇者团队的小伙伴帮忙，比如第三大神就想找弗雷德商量商量。这时勇者被魔王逼着剃了胡子，两人急匆匆地赶到弗雷德约的地方。魔王装扮得很到位，但还是被人认出来了。
弗雷德倒是没往魔王身上想，毕竟面前这位大美女嘛。勇者见过魔王的本来面目，弗雷德说他清楚杰尼亚不会是爆炸的幕后黑手，他从一开始就留有蛛丝马迹，要是真的放了炸弹，不可能在楼里转悠。勇者总算松口气，觉得自己看人还挺准的，打算拉着魔王先撤，没想到弗雷德一下子拦住了他们，说他不会追究杰尼亚入侵的事了，但勇者得负责收拾这烂摊子。杰尼亚是魔王的手下，他决定把魔王留给弗雷德来处理。魔王气得不行，但还是配合的开始脱衣服。弗雷德吓得赶紧制止，他可没那意思。弗雷德告诉勇者，他们即将和共和国开战，因为隔壁似乎放了炸弹，恐怖袭击的事件。勇者说话挺讽刺，不会真以为是隔壁共和国干的吧？弗雷德也挺讽刺的回了一句，那你找个人说说看，你不会真以为我想跟雷欧开战吧？我要是想的话，完全可以把罪名推到你和魔族头上，还能免得和共和国打仗。他还是给勇者留了个选择，要么回来帮王国，要么就跟魔族沆瀣一气。勇者突然就不想管了，一把抓住魔王的肩膀，说不如我们都搬去共和国算了，然后掏出他们在共和国买的土特产，还说新家挺好的，那边煤矿资源多得很。弗雷德说他不能当没听勇者这话，还说是不是要彻底投靠共和国了。两人开始吵起来了，互相看对方都不顺眼，最后魔王站出来拦住了弗雷德，只好让他们两个走了。他说两人实力那么强大，不好控制，肯定容易被人利用。勇者回家发现弗雷德给放泻药了，勇者气坏了，如果真答应了怎么办？魔王其实知道弗雷德明白勇者肯定不会同意的，所以他才那么做，也是想报复一下杰尼闯魔法部的事，这一下他就放心了。这时候刘他们也听说了爆炸的事，既然对方要搞事儿，那他也不打算再把那看成家了。第三大臣又来找弗雷德，弗雷德早就看清楚了，这肯定不是共和国搞的鬼，只是国王绝不允许土地被占。大臣说弗雷德能理解就好，现在勇者也帮不上忙了，女魔法师也退了出来，只剩弗雷德能帮忙了。如果刘不在了，所有问题都能解决。第三大臣说他以前也有个很铁的哥们儿，那哥们儿特别能干，但有一天他发现那哥们儿出错了，就把证据公布出来，自己就代替那哥们儿升职加薪了。当然如果是现在，他会选择在暗中解决，但他并不觉得自己当初做错了，毕竟是那哥们儿自己走错了路，得动手了，没法子。弗雷德懂得他其实是因为对雷欧下手了心疼，他说我得去找雷欧大臣，说弗雷德办事风格他特别带劲。勇者一晚上没睡，哭得稀里哗啦的，魔王还吓一跳，以为他怎么了呢，细看才发现原来是赌输了钱，真是个废物勇者，都是魔王宠的，还给他零花钱用呢。其实是想他快点去看新闻，因为王国那边已经宣战了，民众们都在说勇者得出来管管以前的队友，说战争其实是勇者小队惹的祸。勇者表面上看着不在乎，还说出去走走，魔王忙变个身子跟着去，怕他自个儿跑去赌博，要是勇者独自出门，可能又直奔小电影院去了。可偏偏魔王跟着，他也不好意思带魔王去那种地方。两人一出门就碰到了从前跟勇者玩的小女孩，小女孩拉他们一块去打羽毛球，孩子妈又怀上了。国王本想恭喜一声，结果被拉去羽毛球了，说是勇者和魔王的1对1比拼，嘴上说着别用真理，心里头是在交流着。一了解弗雷德和战斗，他们的羽毛球就没完没了。魔王问勇者真的就不想管管那两老友，都是自找的，还不如想想怎么赌博呢。魔王一下蹦起来说10年前的勇者绝对不会置身事外，结果羽毛球打得昏天地暗，谁还记得一开始说好的别暴露自身的力量啊？小女孩就这么小，被吓得够呛。我的天哪，继杀人网球之后又来了个杀人羽毛球。小女孩说她要跟魔王学一招，然后给勇者一个糖果，说是她帮忙转交的。看样子这小女孩的妈就是那个隐退的女魔法师了。勇者也搞不懂女魔法师到底想让她做啥。另一边，弗雷德已经到共和国门口了，门口那帮记者围得水泄不通。弗雷德让手下把那些狗仔队挡在外面，他打算直接进去找雷欧算账。指挥官说问题就出在这些特殊存在的人身上，他跟雷欧其实是一路货色，这次肯定是指挥官让他来的。结果弗雷德一出手就把他放倒了，根本就不管那些虚名，那些头衔有没有都无所谓，这回他得跟雷欧一较高下。现在副官都开始叫弗雷德长官了。光头说城墙根本就是坚不可摧，没人知道里头藏着弗雷德以前的兵器。弗雷德突然就祭出了他的魔掌，只见一道金光闪过光头，那看似坚固的城门一瞬间就不见了。弗雷德跟2个人还有其他人说过了，勾就可以了，然后他一转身就飞向了共和国深处。副官张嘴欲言又止，长官，如果你要飞的话，为啥要费劲拆城墙？就算他们进不来，但能听到里面轰轰烈烈的声音，
这时候第三大臣也在盯着新闻，他不在乎雷欧跟弗雷德活不活，毕竟邻国为了资源一直在撑着共和国，出了事他们也只能撤了，到时候等雷欧饿死就行。弗雷德要是挂了，再找个聪明点的家伙来当长官。谁知道这时候秘书跑来告诉他，有人在直播弗雷德的战斗。第三大臣一脸懵逼，这要是播出去了，他们怎么找借口洗白呀？可直播已经停不下来了，视频还在疯狂传播，有高手怀疑这是第三大臣的杰作。第三大臣嘴上说这事跟我没关系，但事情迟早得有个了断，接下来就看事态要怎么发展了。意想不到的是，直播间里那个追踪勇者的小记者，他们居然准备了7000多个账号，就为了能翻墙进来直播。他们肯定没料到弗雷德一眼就瞅见了直播的摄像头，倒是没动手砸。女记者觉得弗雷德可能也不想搭理王国的事了，毕竟他们小队以前也是为了王国的利益拼过命的，谁知道现在得跟自己人对着干，看样子是打算放弃一切，跟老友好好决一胜负了。女记者说，众人就爱看这些热闹，他们也是想把真实的一面传出去。这时候弗雷德也瞧见远处的雷欧了，那家伙还在那摆新造型，弗雷德直接丢了块石头过去，他那么长头发是想干嘛？也不想想自己现在多少岁了。听说雷欧还碰上了勇者呢，弗雷德气得不行，这小子还真跑来了，勇者的本事看来一点都没减。两人决定热摄像头给拍得明明白白，热心的把现场弄得干干净净。弗雷德更是一个劲儿硬是给搭了个比赛的台子，谁都没想到局面会变成这样。说到三人小队遇上女魔法师，那也是蛮神奇的。当初他们3个人刚组队那会儿，女魔法师突然出现，直接把他们碰上的怪物秒了个遍，还说打败魔王只有他也能行。结果屡试不爽，久而久之竟然能合作起来。不过女魔法师还让他们别瞎想，也没领他们的好意，转身就进了森林。结果在森林遇到一帮亡灵，虽然那些弱魔族被解决了，却没想到碰上个魔族高手，两人战成了平手。那魔族觉得女魔法师留着太屈才了，还不如加入他们魔王的队伍，但女魔法师拒绝了，她的目标是干掉魔王。于是亡灵法师召唤了一大堆亡灵，一大波攻击直奔女魔法师而去。亡灵法师准备夺走女魔法师的身体，没想到这时勇者他们突然冲过来，大概是因为这个他们才会成为队友。曾经的队友们现在就要剑拔弩张了。雷欧一不小心就被雷欧砍了一刀，看的人都吓得直哆嗦。谁料到弗雷德像发了疯似的抓着雷欧的脖子不放，直接一个光束开了，2个人都被扫中了，然后用治疗魔法把自己治好了。2个人互相来了一拳，浑身上下尘土飞扬，但都没什么大碍。摄影师都忍不住吐槽了，这2人是不会死啊。雷欧问弗雷德怎么没把勇者带上，2人谁也看不顺眼对方。雷欧造反是因为当年被放逐到了荒地，辛辛苦苦带人开荒种地，还挖出煤矿跟温泉来，王国里面连个好字都没有，就想占便宜，他怎么能看着自己人受这份气？一气之下就决定反其其意了。弗雷德觉得他的做法简直是莽撞，这世上哪有辛苦了就一定有回报的道理？干这种事就是把自己和手下置于险地，想让别人理解他，除非这世上人都跟雷欧一样是傻子。视频里只有画面，声音听不见，旁人也摸不着头脑他俩在吵啥，但2人打得不亦乐乎，彼此都伤得不轻。魔王一边看着直播给勇者，说这2人再这么打下去只会2败俱伤。勇者本来不想理会，但魔王却追问他，你忍心看你的伙伴互相残杀吗？勇者也是心里苦啊，2个都是他铁哥们儿，他到底该咋办呢？要站在谁那边？两边都是自己人呢。他这选择题太难了，但这不能怪魔王啊。让魔王失望的是，勇者还没动手就选择了放弃，他实在是不认同，于是他转身就决定走开了。正当弗雷德跟雷欧打得火热，魔王突然如流星般降临，把2人都愣住了。魔王也没搭理他们，直接找到摄像机前，宣布自己又满血复活了。可是旁人看着魔王的样子，觉得还挺萌的，勇者吓得脸都白了，这事儿怎么成这样了呢？弗雷德知道雷欧以前见过这模样的魔王，虽然他听说过勇者跟魔族混在一起，但是头一次遇见这种魔族。大伙儿都觉得魔王给他们的斗争泼了冷水，魔王本以为可以打断他们，结果刚一出手就被秒了。魔王再一次站了起来，这时候2人也确信了，魔王确实是原来那个魔王复活了。魔王对着摄像头喊勇者，如果勇者不出面，就要弄死2个正在内斗的兄弟，如果他不想看着朋友死去，那就赶紧来。弗雷德看了魔王一眼，一挥法杖把他给打飞了，还说回头得好好问问勇者是什么情况。但在那之前，他们得先了解自己的事。见魔王受伤了，勇者终于忍不住了，发现兄弟比老婆还重要，于是他拿起圣剑准备去收拾2人。旁边的女鬼看得直哆嗦，
只见勇者骑着自行车圣剑一扛就往外冲，结果自行车掉链子，差点没摔个四脚朝天，他只能赶紧修自行车，接着飙车出发。家里人都搞不懂，一觉醒来自行车居然飞上天了。这时弗雷德和雷欧的决战也快到高潮了，媒体发现远处有辆自行车飞快地冲过来，勇者一跃，圣剑挥向两人，结果一下子落得太猛，两人的攻击都打他脸上了。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勇者已经倒地不起，旁边还有位女魔法师给他糖果。雷欧老是头一热的闯祸受伤，弗雷德只好每次亲自给他治疗，最后直接给他一个能挡魔法的小玩意儿，这东西能挡一些魔法攻击。女魔法师看了直呼弗雷德真是个傲娇，不太会说话表达自己，不过他觉得雷欧有点问题，总是那么冲动，让大家都挺担心的。因为他太强，所以不太懂别人的感受，迟早有一天弗雷德会跟他急。女魔法师应该是舔平了，他觉得两个人还能斗嘴就没啥大不了的，甚至还跟勇者说，要是他俩有什么矛盾就由你来解决。现在他们俩确实有了矛盾，但女魔法师已经管不着了，他已经要进产房了，可能他心里想的是，你怎么就被征服了？昏迷的勇者让观众也困惑了。这时候勇者站了起来，王国的其他人听说勇者要参战都松了口气，觉得只要勇者打败雷欧一切都好说，因为要是雷欧失控了，他们王国真的扛不住。不过也有大臣不太相信勇者会听王国的安排。弗雷德跟雷欧还在争执，一个觉得自己是在保护伙伴和子民，另一个认为那样做只会自找危险。他们俩还在那吵，突然听到勇者一声吵死了。他为了防止以后再看到他们吵，打算把他们俩一起解决了。结果三人谁都看不顺眼儿，那就混战在一起了。弗雷德的武器也被勇者砍断了，王国的人看他们三个打得不可开交，也插不上手，他们知道这都是自己种的果。勇者还在跟雷欧厮打，打出了超猛的一招，结果雷欧闪到一边，还反手给勇者来了一刀。要不是弗雷德赶紧打断雷欧，勇者可能就真的要倒下了。勇者说自己老了，打不动了。弗雷德和雷欧都无话可说，他们年纪其实和勇者差不多。如果勇者这10年都这么颓了，那他弗雷德不如亲自送勇者最后一程。他一顿操作猛如虎，勇者满脸伤痕倒地不起。大家都在等着勇者会怎么办。勇者那时意识都快散了，他也没想到自己会这么迷糊地冲过来，甚至都想放弃了，但内心深处还有声音在召唤他。想当初他们对战魔族的时候，面对飞在天上攻不到的飞龙，弗雷格一度都想放弃他了，手头上只剩几个治疗术。那时候雷欧是唯一的前排，但其他3个队友都没打算退，他们决心在这里赌上一把。女魔法师直接放弃远程，用魔力凝成咒语，便搪死在勇者嘴里。那一刻，勇者力量爆棚，一飞冲天，解决了飞龙。这时他突然想起小女孩给的糖是咋回事了。弗雷德看着勇者爬起来捡糖，他们也认出了那颗糖。勇者身上忽然红光大现，女魔法师的身影在他身后显现，原来这是女魔法师留下的影像。他说其他2个都知道勇者的弱点，他自己没法帮忙，毕竟快生了，但他信勇者能给2人好一顿教训。勇者二话不说就冲上去了。弗雷德感觉不对劲儿，心想完了，冲自己来了，连忙使出法杖的所有光芒，结果被勇者一刀砍碎，自己也被勇者打飞了。那时候雷欧也冲上来了，勇者跟他打得天昏地暗，每次交手的差点把战场夷为平地。这边弗雷德打倒的雷欧手下醒了，带队友去找雷欧的路上捡到了受伤的魔王，他马上就治好了魔王。魔王一醒来就要手机看看，雷欧的武器断了，但他还是用拳头把勇者打飞了。他们2个几乎是在本能的打架，女鬼在电视前激动的呐喊，叫他快点干掉他姐姐，这爱好真是够特别的。杰尼亚抽空研究魔法部的资料，用这个雷欧打得不可开交。弗雷德捂着伤口，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幕，都弄不清他们为什么要打起来了。如果不是雷欧一意孤行，他们也不会走到这一步。如果勇者早点帮忙，也不用自己人打自己人。难道打败弗雷德和雷欧，勇者就能替他们为王国使唤吗？但他们什么也改变不了。弗雷德觉得雷欧和女魔法师都傻，自己不也是一样吗？所以当雷欧倒下时，他直接用出了最强的魔法。看着勇者快被打中，没想到魔王突然出手，把魔法打偏了。弗雷德这才知道那孩子是魔王，但勇者已经把他打败了。勇者在魔王眼里格外耀眼，大家先是为勇者的胜利欢呼，然后又疑惑下一步该怎么办。胜利就是玫瑰任何一方，没想到勇者抓起弗雷德的衣领，还把刘的头发拽起来，冲着摄像头跑去。众人都看呆了，勇者突然跪地道歉，因为自己反应慢，让2位伙伴打起来了，希望大家帮个忙，想办法让他们解决矛盾。但因为丢掉所有面子，也要让2位好友和好如初。
谁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，自己没招了，那就让别人帮忙想办法。勇者出现了，魔王也开心，还特地做了顿大餐庆祝，两个人甜甜蜜蜜，女鬼在一边恨不得把他们俩揉碎。魔王说他挺佩服勇者救了两个朋友，还阻止了两国开战。勇者说就是女魔法师功不可没，要不是他早凉了。还说如果魔王没冲上去，他都没勇气见他们俩和好，别再给女鬼东西看了，快点去领证吧。这时候吉米冲过来了，他本来在研究魔法部的资料呢，结果档案被病毒偷走了。不过魔王说那是过去的事了，不要放在心上。杰尼亚发现他们在庆祝，一问才知道，原来勇者的视频一放，两国立马软化了态度。于是共和国建立了自治区，还开放了贸易。民众们特别佩服勇者的实力，觉得他既能赢还能下跪，真是厉害。雷欧加入了开发团队。王国的视频里看他徒手开荒，大家终于懂了为啥他们几个人就能建街道和堡垒。女副官给王国的士兵准备了茶，他们现在是自治区了。其实雷欧一开始就没想建国，他只是想守护自己的地儿。王国本来想要赶他们走，收回土地，现在两边都让了步，挺好的，还能建条路通王国，将来还能迎接很多客人。小黑也终于意识到勇者的强大，但他觉得雷欧肯定能赢弗雷德。雷欧不觉得那是自己的功劳，没勇者和弗雷德，他们也和王国合不了好，勇者还是最强的。弗雷德虽然输了，但也是为了王国豁出去的，所以在王国很受欢迎。他也追了勇者不少新视频。这时候副官偷偷给弗雷德塞了个存储卡，说里面的资料很特别。弗雷德一看，居然是勇者曾想做主播的视频，甚至还有让魔王拍的尴尬片段。弗雷德心想，这家伙真是够了。结果从柜子里蹦出个女鬼副官，还在那儿向光头炫耀，说自己让弗雷德高兴了，还给他看勇者的丑事。现在弗雷德肯定感激他，差点被视频里的女鬼吓坏了。弗雷德听着，这边虽然成自治区了，但王国里面还有人不爽，觉得邻国从这买走了不少资源。问题是勇者一下跪，民意就倒向他了，大家都觉得勇者这么做很有气节，民众也不希望开战。这下好了，事情没那么糟，不过还是担心自治区会叛变。大臣就觉得雷欧知恩图报，因为这样得罪的人一定会报复，所以在亡国前他们才惨。大家开始讨论弗雷德该怎么办。他让直播录下来那场战斗，弗雷德说他以为那是只小鸟，他也没法证明自己真看见了。但关于之前的爆炸，不能再说是共和国的事，那对大家都不好，所以得找个人背这个锅。弗雷德知道这个人可能是他，还有人在替弗雷德说话，但他早就准备好了。这时候警察进来了，但没抓弗雷德，他们直奔第三大臣。第三大臣一脸懵，我大哥和我有啥关系吗？你们有证据说是我搞的爆炸吗？警察说他们抓人不是因为爆炸，抓了第三大臣，原来他动了公款，有神秘人把王国魔法部的账目曝光了，好大一笔钱流到了第三大臣名下。第三大臣栽了，其他大臣也不奇怪，目光都转向弗雷德。弗雷德面不改色，也没承认是不是他干的。第三大臣被带走时，还对弗雷德说，战争中发财的不一定都是人类哦。他原本想把弗雷德培养成跟他一样的人，让他摆脱那些战友的情谊，变成冷酷的政治家。其实其他大臣早就知道老三干的坏事，他们合起伙来演了一出大戏，特意瞒着一位大臣，因为他演技不行。揭露大臣的人也不是弗雷德。这时候弗雷德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忍不住大笑起来，其他人也没理他。第一大臣和第二大臣对看了一眼，他们这么做其实是为了让弗雷德上位，感觉就像是在捆绑弗雷德，毕竟王国需要强大的战斗力。那个下跪的视频让勇者再次火了起来，现在连喝个酒都不行。记者围得水泄不通，他只好赶紧闪人。一救孩子的女魔法师抱着二胎，带着她老公和女儿在公园玩，看来真是隐退了。勇者回家说自己复活了，魔问他真的可以走了吗？提到自己做的美食，勇者心里犹豫了，只有女鬼在旁边催促，咋还不走呢？勇者和伙伴们最后合影留念，大家拿着照片。勇者说以后不会再见面了，这意味着他们迈向和平了。那时他们就各自走各自的路，四人也真的开始了各自的生活。